这个新修的城墙，磨蹭了半天，应该Carry不会再开这车了。收拾一下自驾游的东西啊，我和Carry的东西，这个大包里面还有一个大包，3个包，还把冰箱里的冰棍、水果都扫荡一空。物资储备的非常丰富，路上随时再补充吧。一床被子已经 ready 了。大家好，我是Gary。然后今天呢，就跟 Carry 终于会出发了，也是折腾了挺久。早上刚把孩子送走，然后买了一些零食饮料备着。哦，对，还得买一瓶纯净水，大桶的。因为我开着这个 DIY 手搓出来这皮卡房车呢，整个路上就走走停停，就相对来说比较随意。下午1点半，然后今天我们要停哪儿都不知道呢，或者上车完以后再看吧。大概会是在张家口那边，具体情是下花园还是宣化还是张家口市区，这个就边走边看吧。水呢，现在出发前是70%左右吧。也不想再加呢，因为我觉得够今天晚上洗澡就行，其他的就还 OK。有什么咖啡呀？拿铁、美式？就美式。哎呀，现在收了。准备出发了，这回是真出发了，磨蹭了半天。后排带的东西其实不算多，主要这一包是衣服，因为冬天嘛，好多厚的衣服。然后这一包现在基本上空着呢，有个无人机，然后这一些电子产品，零食备了不少。嘿嘿，终于出发了，来一个。不要了，因为今天出来就很晚了，现在已经2点多才从家走。对，所以就是晚上肯定不会去太远的地方嘛，基本到张家口附近就行。我选的一个地方就是下花园这边，2个原因，一个是那边有一个鸡鸣驿，鸡鸣驿就是它有个鸡鸣山嘛。那个山就是平地起高楼的那种感觉，然后比较高，而且有个古驿站啊。如果有时间的话，放一下无人机；如果没时间，就看一眼，就往下花园的这个市中心区中心走。自驾游的第一天晚上，带着你脆弱的媳妇儿第一次出去露宿，选择的地点是鬼城。不是鬼城？应该还行。今天晚上我估计会感受一下寒流来袭啊。反正现在那个电热毯啊、柴暖、柴油都已经加好了，家中有粮，心中不慌啊。看来大家还是不少提前出门的。这是在 G6的辅路上，现在才下午3点，已经比较堵了。这种国道行驶起来就非常舒适。不堵车，然后速度基本上都是70-80，这么一个速度在走。对，这2天北京一直阴天，然后现在突然晴了。这个就体现了主人公愉悦的心情。这阳光这啥呀？这是北京小西藏啊！走在这个充满希望的康庄大道上，希望这次旅途一切顺利。到张家口境内了，现在应该是怀来。又是和上次出北京的这个路线一样，就是一拐弯呢，迎面就是一大排山，然后天上的云层很厚。这不知道能不能拍出来这个阳光吧，透过云层就是能看见光的射线，天光乍现，
右转你往右并线。趁着这个道路还比较直，让 Carrie 也练一下。对，看左边车。对，这车就惯性会大一些。现在换着开一下。我们是准备在下花园的鸡鸣驿，停一下，看一下那个鸡鸣山。然后呢，我们就会往宣化去走。因为下花园看了一下吃饭的地方，没有什么特别感兴趣的，所以宣化毕竟还是大一些嘛。我们今天晚上可能会在宣化那边，找个地方吃，然后找个驻车地，晚上就在宣化过夜了。也让 Carrie 练一下这个车，颤颤巍巍的，基本没啥问题。天色逐渐暗了下来，气温也稍凉了。小司机开的凑合吧，好几次真磨磨唧唧的。说过就过了，超车呢。现在是在怀来县城，还有19公里，天色稍暗了已经。我这虽然在副驾，但是也和开车一样累。驾校教练这职位也不容易啊。这实在忍不了，开得太慢了，我决定还是自己开了。这一趟除了特殊情况，应该 Carrie 不会再开这车了。现在前面能看见这个鸡鸣山啊，有点像一个金字塔形状，但是现在天色已经比较暗了，对，所以我们就准备放个无人机拍一小段看看。把车停到鸡鸣驿这边了，我们就不进去，现在也比较晚。嘿嘿，打开右边的灯，起落无人机。黑灯瞎火也看不清什么，拍了一下山嘛，大概能看见一个山的轮廓。这是皮卡那个边上的侧灯，还真是挺管用的。对于一些操作很方便。鸡鸣驿的这个停车场一个人也没有，在这儿驻车也行但是周边吃饭的会少一些，所以我们决定还是去那个宣化，这就准备出发了，再拍一下车。对，就是这边上的侧灯，真的，刚才在这儿操作无人机很方便。如果没有这个侧灯的话，周围黑灯瞎火，其实都不太敢起飞了。然后拿出遥控器给关掉，上车继续出发。将近7点，天已经完全黑了。